欢迎来到马家厨房。馒头是中国传统食品，也是人们不可缺少的食物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做馒头吧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介绍材料：200克的低筋面粉，140毫升的鲜奶，2克酵母，17克的糖，12克的猪油，20克的温水，这里有20克的温水。把17克的糖加入水中，2克的酵母加在水中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我不鼓励糖和酵母放在面粉里，因为酵母的活性激发不到最旺盛。这里有200克的低筋面粉，加入12克的猪油。我用猪油的原因，放凉了以后不发硬，也可以选其他的油来代替，但是猪油是最好的效果。把刚才准备好的酵母和糖混合物放进碗里，这里有140毫升的鲜奶，先把一半倒进碗里，搅拌均匀。现在可以把另外一半倒进去，再搅拌均匀，这样子酵母和面粉就能融合得更充分均匀。现在是时候搓成面团了，我们大概要揉15分钟。身体用力按下去，再往一个方向揉面。7分钟之后，如果没有低筋面粉，可以用普通面粉来代替，但是做出来的包子容易变黄，而不是白色。通常在家我都是会做古早馒头来吃，有时候会配上咖喱或者是午餐肉，都很美味。8分钟之后，总共已经有15分钟了。揉到碗和手都不沾面粉的时候，就可以停止了。现在可以把锅盖盖起来，然后醒面1个小时。现在我们准备一张烘焙纸，剪成砧盘一样大小。放烘焙纸的原因是因为蒸出来的馒头不容易粘在砧盘上。好，现在已经是1个小时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拿面团出来排气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撒一点粉在桌子上。这次是第2次揉面，也是关键时刻。如果不好好的揉面，把气排出来，蒸好的馒头就会回缩。现在可以把它弄成球状。然后在中间刺成一个洞，就像甜甜圈的样子，在旁边撕开，弄成长条，揉几下，再来整形，把它切成4份。好像第1份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我把一点切开，放在最小的剂子里。现在大小都一样了，把每一个小剂子都整形一下，然后就弄成一个小球形。现在你们看看我的小球是很光滑的。剩下其他的3份就重复刚才的做法。这是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。记得把外皮揉的光滑点，蒸出来会更美。如果要做的表皮更光滑，可以把手指沾在鲜奶里，抹在表皮上。现在把所有的小球都放在砧盘上，先准备温水放在锅里，把所有的小球都放在锅里，用温水来醒发，时间会比较短一些。
这个不够光滑，这个就很好。现在可以把锅盖盖起来了。别误会，这个时间不是蒸馒头，而是要醒发1个小时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个是1个小时的效果。哇，好美哦！每一个都白白胖胖的，超可爱哦。现在可以把锅盖盖回去，然后再开中火，把馒头蒸10分钟到15分钟。常见的错误，馒头会回缩，也有另外一个原因。蒸好的时候不可以直接开盖，因为温度会突然变化，有时候会导致馒头收束，甚至会坍塌，导致皱纹。正确的方法，15分钟时间到了，把火关起来，要记得别开盖，先放一旁30分钟等凉。现在可以把馒头拿出来了。哦，可以开始慢慢了。OK， 我的古早包已经做好了哈。妈妈，这是古早味的，非常有弹性啊！你看我女儿急着吃了，等一下，撕开一个给你们看，非常的蓬松啊，也很有弹性。等不及妈妈了。 Baby 不可以点咖喱的，给你吃这个。不错。它里面很软的，点起咖喱来更美味。妈妈，你看这个是来不及还是妈妈？可以不要拿汤匙？这要怎么挖？你那边拿汤匙。等一下啦，还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？吃的很好吃。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味道咯。妈妈，现在外面买的包都不是这样子的了，都是那种白白又黄的。妈妈。OK， 这样子咯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就是这样了。OK，OK，拜拜。